那我现在呢是在北京三里屯的 Apple Store， 那今天是 iPhone 17开售的日子。那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20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现在门口已经排了大概100多位啊前来取货的用户。我看错了吗？苹果发售17第一天呢，这么多人，这才8点钟，已经这么多人拿到手机了。现在早上7点多已经有这么多人排队了，这些都是来取货的啊！今年这热度真的不一般。来通知一下啊，华为 X6 官网降价1000元，飘柔80 Pro 降价1000元。昨天晚上通知调价了啊，这啥玩意儿了？华为，你连刚出不久的飘柔80 Pro 也调价，这啥玩意儿？华为啊华为，你的调价速度比坐过山车还刺激。你比性能的提升，你非要拼个谁家产品调价快？哎呀，你让我这个本地经销怎么活？这么多货赔多少钱？再看看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啥玩意儿？这几百块钱的玩意儿，你非要跟人家拼那个拍摄和剪辑，你说能成吗？赶紧给我做个合同，免费送来，免费送来啊，都送来！天塌了，兄弟们！XTS 平干漏液了，昨天买的，今天就干漏液了。你说要带个这样的壳啊，小翻盖壳啊，你说这一啪一吸啊，这小轴一来，能漏液吗？估计是全国第一漏吧，太疼了，这位老铁呀，疼完的了。白色叉 D 512的，一天就干漏液了。你们都说要支持国产，支持华为，那么我也支持了，我花了血本选择了华为的 Mate X5这个折叠屏，可是用了不到短半年，它漏液了，看到没有？就这一点，我去售后都要花3699才能把它修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苹果最新推出的 iPhone 17系列一登场便引发了新一波的换机热潮。今年呢，不仅维持了原价，储存空间更一口气提升至256GB 起跳，并且首度推出了轻量化版本 iPhone Air， 被不少科技媒体评为近年来最具性价比的机型。12日晚间开放预购以后呢，各大电商平台瞬间涌入大量订单。首波销售数据显示，高阶旗舰款依然是稳坐市场主流。其中 Pro 256GB 在不到1分钟内抢购一空。虽然宇宙橙新色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下单，经典的配色热度依旧是不减。苹果17系列在中国预购反应热烈，华为手机厂商减价应战。苹果手机到目前为止还在涨价，而国产的遥遥领先华为却一直在降价。苹果16 Pro Max 256G 618那会儿最低价格是多少？7588。今年是9月5号，已经达到了8500，可以说苹果的涨幅速度和浮动非常大。而国人比较喜欢的华为呢，和苹果同期上市的 Mate 70 Pro 512G， 当时官方指导价是多少钱？6999。但是今天最低销售价格已经达到历史最低是5400。博主说，从保值率上来看呢，华为和苹果怎么比呢？华为拿什么和苹果拼？所以9月份是买华为还是买苹果，大家可能都清楚吧。这个手机啊，玩来玩去还是苹果最保值，不接受任何反驳。你们现在去看一下，京东淘宝全新的16 Pro Max 还卖多少钱？还是8000多。19号17就要上市了，现在的苹果新机16 PM256还是卖8000多，二手的你还能卖个7000块钱左右。相比而言，华为就在前几天发布这个新款3.9 XTS， 就在昨天 SO 华为的麒麟正式，华为旗舰手机所有手机直降2000块钱，前所未有。博主说，华为手机降价从1000到2000块不等，你让前几天原价买 XTS 的买家会怎么想呢？这是我6999买的 Pure80 Pro， 首发当天买的 512G， 一共用了20多天。那现在这个手机它降价了，那明面上是降了800块钱，实际上是降了1000甚至更多。那降了1000的话就是5999，对吧？但是很多地方它还有国补，那国补完就是5499。那从6999到5499，等于是亏了1500。那我用了20多天，咱满打满算就按1个月来算，30天，平均每天就是亏50。就等于这个手机我用一天就亏50元，用一天就亏50元，连着亏了1个月，大概可以这么理解。博主说，他昨天刷到这款手机降价的新闻呢，他就打电话问了一下华为客服，问他这次降价对于首发用户来讲有没有什么补偿，因为只过了20多天就降价了，而且又降这么多。
客服回答说，你要问你购买的门店，找我们官网是没有用的，因为我们官网没降价。博主说，虽然你们官网没有降价，但是其他的平台都降价了呀。客服说，那是经销商自己的优惠活动。博主听到这个解释，知道这个差价是退不回来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手机它本来就有比较明显的短板，这些都是客观事实。但是你降价是不是应该补偿一下首发支持你的用户？因为即便是你发布第一天买的用户，到现在用了也就将1个月，那可能短的只用了10几天甚至几天，然后就降价这么多钱。那我现在想了想啊，其他品牌的旗舰机，我暂时还想不出来哪一个机型就是发布之后20多天的时间里，实际到手价能跌1000多块钱的。博主说，如果华为总这么搞的话呢，这种行为是不可持续的。用户就会去买别的手机了，流失一个用户就少一个用户。而且呢，华为有哪方面特别强吗？其实并没有。华为有哪方面不可替代吗？也没有。虽然华为你在技术方面比不上别的品牌，大家也都理解，但你不应该背刺老用户，应该多一些真诚，少一些套路。这位博主说，他发现华为手机漏液，当时并没有过保修期，但华为不给维修，推脱说手机是人为损坏的，结果呢，推来推去，过了保修期了，更是没人管了。一觉醒来，手机成这样了，你们信吗？我都不信。它这个手机会出现这种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是通病。华为手机每次跌落，它都是有跌落提醒的，请你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说服我。我这个手机为什么导致漏液？请你拿一个专业的数据来说服我，出一个专业的检测报告，不要仅凭你的肉眼判断说这个是人为损坏的。你们拿进后台检测了有20分钟，就拿肉眼去检测了。还是怎么检测的呀？你作为一个华为专业的售后服务中心，你竟然说仅凭肉眼判断就是我人为损坏的，它就这样展示在你面前，你快在抖音搜索一下，华为出问题的有多少，华为售后甩锅的有多少。这博主本身是为华为门市工作的人员，对于新款手机刚上市就出现大幅降价情况，他感到既无奈又失望。哈喽，朋友们，华为的新品这一次又暴跌了，暴跌了1000多，冲首发的那部分的朋友会很难受吧？都是真金白银给花出去的，短短1个月的时间暴跌了1000多块钱。平时嘴上一直在讲什么华为的保值率啊，朋友们不要自嗨了，不要再嗨了，就是跌了1000块钱。所以说这一次的华为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半年的操作，真的很迷，我非常搞不懂它这个操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，从来没有过，前2年没有这种情况，就今年从 Pure X 到 Pure 80 Pro 的机子，短短的多久时间暴跌1000。博主说，华为还要出台 Mate 80和 Mate X7， 系统怎么办？系统不解决怎么办？是不是还会暴跌1000块呢？这台华为真的很奇怪 ，Mate 60 Pro， 我回收过来的时候屏幕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边框也没有磕碰，成色是非常好的。放了1个星期，准备卖的时候呢，开机的时候，它竟然出现漏液了，无缘无故它就漏液了。你说天气冷，它漏液可能还有可能吧？这在广东天气其实一点都不冷。像这种漏液的，我去问了一下华为售后，它是因为过保了，它是没办法给你换屏了。因为一个手机比较郁闷，买了华为折叠屏手机，1年出现3次质量问题，而且维修费用一次比一次高。我怀疑我自己买的不是手机，而是一个碎钞机。我自己本身也用了将近20年的手机，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维修率会这么高的机，所以我就忍不住想要吐槽一下。我来讲一下我手机遇到的这些问题。首先呢，在我用了将近4个月的时候，手机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轴的断裂，2天时间整个屏幕就花掉，就拿到售后网点去维修。当时呢，因为我买了一个华为 Care， 相当于碎屏险，他说不在质保范围内，那我刚好用了这个华为 Care 的权益去更换了一个屏幕，花了200多块钱。维修完以后，没有过多久，大概1个星期左右，我的手机右下角就又出现了一个绿点点，维修要把整个屏幕换掉，我都惊呆了。一个绿点点要把整个屏幕换掉，要花个几千块钱。第3次的问题是跟第1次是一样的，我的这个轴又断了。我到华为旗舰店，他又强调是人为因素造成的，不在质保范围内，所以我就纳了闷了。因为这些手机它的正常这开盖都是正常的使用，如果我不去人为的去开盖，难不成我还要把这个手机给供起来吗？真的是太无语了。博主说，他去网上查了很多华为手机用户的反馈，发现很多人跟他情况非常类似，没用多久莫名其妙的出现问题，华为都是拒保的。
第一次出现问题的时候呢，他还觉得可能是他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。后来他使用的时候非常的小心，但是呢，还是出现了各种的问题。所以他想问一下，到底是我们用户的问题，还是说华为的品质出现了问题？9月15号，一位网友在使用华为 Mate X 3折叠屏手机时呢，发现屏幕中央出现异常鼓起，于是便前往售后维修。然而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，华为的工作人员不仅态度冷漠，还试图报警抓捕这位网友。事后呢，这名网友将整个过程拍成了视频上传到网络，但不久后这支视频被平台下架，理由是涉嫌诈保换屏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哈尔滨一个卖手机的，然后自己使用了一台这个华为的 XT， 也就是常说的3折叠。这个手机呢，平常都不怎么展开，基本不展开。大家也都知道，这纯面子活，没什么实用性。昨天晚上呢，我就突然展开它，发现屏幕中间有一块凸起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，看见没有？这块已经凸起了，忽闪忽闪的，这底下这块开胶了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就拿到这个松北区红源街的华为售后，大概等了10几分钟，一个男性工程师告诉我这是人为的，检测完说人为的，要我自费换屏，应该是3000多块钱。我这一听，这不讲理吗？你这是我人为的吗？这很明显是质量问题折开了。我当时就把手机拿出来录像，当我把手机掏出来那一刻，整个屋里所有人都不理我了，意思就是你爱咋咋地，就不管你。当时直接就给我激怒了，我就大喊，我拿着手机录像大喊让负责人出来，喊了半天也没人搭理我。当时屋里有很多这个消费者，后来有一个女性的员工说，我下楼给你找，你等一会儿。我等了半天也没回来，我就拿着手机我下楼了。下楼我发现他俩正在那研究呢，怎么整这事儿。有一个女性经理姓于，我跟她对话，一问三不知，就一副就摆烂状态，完全就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突发问题这种能力，就只会说一句话，根据国家3包法规定就不给你保修。我俩磨叽了半天，就会一句3包法，然后偶尔摆了手机，请示一下领导应该怎么对付我。然后有一个我听着电话里说，你就不用管他，等警察来。我一听这不报警了吗？意思警察来之前你什么都别跟我说。我还在跟他理论的时候，你说他已经报警来抓我了。华为就是这么对待消费者的。最后这位网友气愤地说，当这个事情有结果的那天，不管华为给我换了屏也好，还是没换也好，我都会在这个售后门店的门前亲手把这台手机给摔碎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买华为了。兄弟们，华为又降价了啊！我们一直讲最朴实的商战就是打价格。那么可能为了迎接苹果17 19号的一个上市啊，华为从17号0点开始 ，Mate X6 系列全系降1000块钱。那么 P80 Pro 加也降1000块钱 ，P80 Ultra 降1500块钱。那么像这种旗舰机在上市这么短的时间内啊，出现这么大的降幅，之前还真的没有遇到过。可能真的是为了这个苹果的一个新品上市啊，因为今年苹果17 256G 给到的价格呢也非常的优惠。华为让我彻底伤不起了，这当初我抢了2个月才抢到的，然后我昨天偶然逛京东，然后看了一下价格，哇，掉了快2000块了，真的有点伤不起。今天跟大伙唠唠华为 Mate X-TS 发布会的感受，看完我真的是五味杂陈。你说这手机吧，17999块，3折叠设计，看着是挺厉害。可是咱普通人拿到手，第一反应肯定是这玩意儿实用吗？容易坏不？但人家好像根本不是给咱设计的。发布会里全是那些在高铁站办公，随手掏出来就显身份的人。再想想咱自己，每天累死累活加班，买个4000块的手机还得琢磨，这是不是阉割了？那配置够不够用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